好像习惯了，你爱吃的，我自动就会注意。哎，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讨打，嘿嘿嘿，吃饱再打，回家打。说完继续嚼马小，一盘羊肉串撒满了辣椒面又端上来，他眼里放着光，手没停，嚼得更欢了。蓝忘机满眼笑意，宠溺地陪着，忍不住话多了起来。以前吃饭就是果腹，最多讲求个营养，饭局都是礼节，招待或者被招待。跟你吃饭，才真的尝出了味道，什么叫香，什么叫鲜，酸甜苦辣，各有千秋。有时候会觉得，以前的饭大概都白吃了。魏无羡嚼肉的速度明显慢了，支棱着耳朵听，没打算应声。以前的生活，叠被子、洗衣服、按时吃饭、用功读书，好像都是规矩，生物钟一样不假思索。如今我却变了。魏无羡已经把羊肉串吃得很斯文了，着迷地听他絮叨。会记得晒被子，因为闻得出阳光的味道；喜欢买菜做饭，看着你吃光；收拾厨房的时候，你赖在我身上，我一点儿都不着急洗完。蓝忘机的柔情满得溢出了眼睛。现在想想，好像这就是书里写的过日子，柴米油盐，人间烟火，有滋有味。魏无羡随着他的话，也回头看了看自己的过往。他仿佛从小就背着调皮捣蛋的名声，会跟欺负他的孩子打架，江城闯了祸怕于子渊骂，他还会硬着头皮去背锅。所有人好像都很宠他，其实却又没有人真的懂他。人们关心他的身体，操心他的学业，惦记着他的玩伴，却没人听见他的孤独。什么好酒好菜，找点存在感罢了。人生在世，吃喝二字，他把自己活得吊儿郎当，是希望糊涂一点。不曾想，这世上还有一个同样失去双亲的孤独的孩子，刚刚好。这个孩子懂得他的爱恨，知道他的冷暖，两个人在一起，刚好填补了缺失。递给蓝忘机热乎乎的肉串，跟他碰了碰杯，喉咙辣得有点说不出话，泪花都要落下了。酒足饭饱回家，蓝湛一整晚极尽温柔，魏婴吃饭时忍住的眼泪，还是叫他给弄得流不完一样。优秀毕业生的毕业典礼，因是最后一次同台了，两个人决定西装出席。结果就是别人在领毕业证书，他俩就好像在走奥斯卡红毯，一时风头无两。毕业会操也如期而至，蓝忘机军装一上身，魏无羡就再没有了小性子，活像是小朋友看到幼儿园老师。对此蓝忘机很无奈，即便军装约束不宜亵渎，也不至于躲他那么远。难不成当兵的都得光棍，还不许跟爱人亲亲热热了是什么道理？但说到底，魏无羡还是怯。平时控制不住自己去粘人，现在控制不住自己想躲着，满脑子破天荒的警示他分寸。他躲在角落里，看蓝忘机有序指挥升国旗的时候，跟其他观众一样，眼中蓄满了泪水。踢正步的时候，感觉他们脚下有风，落地砸坑，虎虎生威。队列变换没什么军训的花样，但是衔接如行云流水，自然顺畅。营长蓝忘机丝毫看不出来是躲了闲的，一切口令信手拈来。跟副营长江澄丝毫不见嫌隙，配合100分默契，里头少不了教导员聂怀桑的功劳吧。结束的时候已经接近正午了，营队班子正式交接换届，部队领导给予本届干部好评嘉奖，公布了入伍时间，然后才解散队伍，有序退场。蓝忘机一顿好找，才看到角落里的魏无羡，一头黑线，气他躲得那么远。蓝湛，你先换衣服吧。不能换，中午领导安排了饭，我得去，不能陪你吃了。哦，别管我了，你快去吧。乖乖等我，有事微信。知道了，快走吧，别让人等你。席间，蓝忘机留心着手机，一直放在胸口的衣兜里，却一次也没想动过。饭毕松下来，他忍不住胡思乱想，魏婴是对军装有什么阴影吗？现在可以切换服装，入了伍哪里还有别的衣服可穿，一辈子都是军装了，以后要不要转业算了，怎么能让他习惯？魏无羡也很烦。戎装的蓝湛真的锋芒太盛了，若离他近了，忍不住就想牵个手拽个衣袖，但是这种衣服太违和了。离他近了，习惯了拿一些混话逗他，但是对着一张肃穆的脸实在是，可能还是需要适应适应。多适应适应。毕业的仪式一件一件都已经完成了，
真的要毕业了。离校日期最晚7月1号，分配通告是20多号出来，部队报到日期是7月30号，8·1之前。这段时间去哪里，他们已经有了计较。行李没收拾什么，床铺、被褥和书籍一概寄回北京了，证书、电脑什么的江城随身带走。魏无羡没什么赘物，就是这租来的房子里，蓝忘机买的锅碗瓢盆一应物品不大方便带走，但蓝忘机执意全部带走。于是2个人小心地收拾了家里，又带着易碎品和几件贴身衣物，一起坐上了南京派来的车。路上，蓝忘机还觉得自己在做梦。原来脑补过无数次毕业离别的场景，机场的、车站的、隐忍的、痛哭的，预备了无数次的分开，竟然没有一个发生。魏婴要跟他回家了，好不真实，好虚幻，像梦一样，看向人的时候，神情少有的呆愣，有点像醉酒。魏无羡本来紧张的很，去是决定去了，可是去了怎么办呢？蓝湛介绍自己的时候，怎么应对？大哥心里有数，那位素未谋面的叔父会什么反应？待几天呢？干什么呢？每天？平日腻味惯了，会不会露出马脚？啊，衣服不是情侣装吧？看到蓝忘机发呆，又忍不住要逗他了。司机不知道谁派来的，不确定是不是大哥的人。魏无羡看一眼前面，转过头来比口型：“傻子，你现在笑得很不值钱。”蓝忘机笑意更深了，控制表情，别露馅。蓝忘机清清嗓子，努力正色，正不过3秒，嘴角又扬上去。魏无羡白眼翻到了天上，白给他一个生无可恋的哀叹。蓝忘机突然出声：“劳驾司机师傅，能把格当放下来吗？”司机闻声答了一声好的，按下去按键，格当缓缓落下。蓝忘机笑看着魏无羡：“宝宝，隔音的也防窥。”魏无羡转转眼珠子，一下子窜过来：“蓝湛，到了你家，你可不能这么看我了。”说着还一把抱住了，偷眼看看格当，确认真的没人能看见。所以现在再多看一会儿吧。可以，格当为什么不早说？我都已经开始想你了，太高兴了，一时忘了。哪里想我了？你确定隔音防窥没问题啊？你喊个救命试试看。没给他再废话，一口吻住那张调笑人的嘴，合上了眼。明明爱得难舍难分的人，要去演几天分寸感，心里说不出的酸酸胀胀，难受的紧。蓝忘机哪里不懂他的慌张，也只好耐心的吻他做个安慰，强忍着掀人衣服的欲念，隔着布料稳稳的揉，不合时宜的萌生一个念头，以后要在车上狠狠的要他。手机嗡嗡嗡震动起来，魏无羡上了车竟然还掉了静音。想去接电话，蓝忘机却不松口，还坏心眼的箍紧了他。震动停息了一瞬，又强烈的响起来，打电话的人很执着，拧了腰里的痒痒肉，才堪堪逃出来。拿起电话的瞬间，脸色变了。蓝忘机掰了掰他手腕，看到来电显示老爷子，慌神中对视一眼，整理了表情才按了接听。爷爷，阿羡，你说的去同学家玩几天，是去南京兰家？操，江城你个王八蛋！是啊，蓝忘机家，你见过的。先回来一趟吧，我有事问你。蓝忘机的脸色明显白了，抬眸看向魏婴，满眼慌乱。